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他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？观音菩萨到底是男是女？他又是如何去救度世人的？我们大家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菩萨的庇佑呢？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一一解答。观世音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，他的影响力可谓是十分巨大，其知名度是仅次于如来佛祖的存在。在中国，即便你不信佛，想必也都听说过，因为观音的名字早已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，比如铁观音、观音山、观音饼、观音寺等等。那么大家对观音菩萨到底了解多少呢？首先我们先来讲讲观音的含义。观音菩萨又称观世音菩萨，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，是西方三圣之一。观世音原是转轮王之子，叫做不续，和他的父亲跟随释迦牟尼出家修道。相传菩萨曾发誓，当众生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只要诚心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他就会及时观其音声，前去帮众生脱离苦海。所以任何人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遇到任何苦难，只要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菩萨都会赶来救你于水火。这便是菩萨寻声救苦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这就是观世音这一名号的由来。在佛教中，观世音菩萨是慈悲智慧的象征，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民间信仰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大乘佛教之本主要体现在观世音菩萨精神上。观世音菩萨伴随着大乘佛教在印度的脚步，逐渐扎根于中国，并在民间拥有广泛的信仰。第二，不少人纠结于观音菩萨究竟是男还是女。由于众多的影视剧给大家带来的观音形象一直都是女儿身，但其实这是不准确的。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无论是佛还是菩萨都没有性别之分，佛菩萨都是法身，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同，并无男女身可言。之所以在塑像上以男女形象区分，只是佛门里度人的一种方便法，是为了更好启发众生，救度众生。经曰：勇猛丈夫观自在，为利众生住此山。汝应往问诸功德，彼当示汝大方便。佛教最初自古印度传入中原，在观音菩萨的塑像上就是男性的形象，但后来佛教文化深入人心，逐渐汉化，因观音菩萨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的精神更符合女性的慈爱特征，所以自南北朝开始便有了女相观音。生于盛唐之后，到了宋末元初，基本定型为女相，一直到如今。虽然我们常见到的观音菩萨都是女性，但菩萨本无性别，为了救度众生，观音菩萨可随缘类化，可男可女，时男时女。我们现在应当学习的是菩萨柔和的心性，戒掉自身的贪嗔痴等恶习，不要起执着心、分别心。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：男戴观音，女戴佛。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此说法吗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人们通常会选择佩戴一些饰品来起到装点自己的作用，比如说戒指、项链等等。戴上这些饰品之后，可以使人看上去更加精致、更加美观。而除此之外，有很多有信仰的人也喜欢将一些佛像的挂件戴在身上，以便起到保佑平安的作用。但是这些饰品却并不能够随便佩戴，其中是有着不少讲究的。而有句话就这样说的：男戴观音，女戴佛。这其中究竟是何深意呢？这句话我们在很多老人的口中都听到过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在观音像与佛像的选择上，通常男性应该佩戴观音像，而女性则应该佩戴佛像。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？从这句话中我们就能知晓老祖宗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。在过去的社会里，男女是极为不平等的，尤其是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，无论在哪方面，男性都要比女性有优势。在那时，女人所要做的只是在家相夫教子、孝敬公婆，而男人则是一家之主，无论是做官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如此。特别是在家业的继承上，女人更是一点地位都没有，因为在那时人们的观念之中，女人早晚是要出嫁，成为别人家的一份子。而男性之所以要佩戴观音，其实是与男性的性格有关。大家都知道，观音给人的感觉是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永远是那么的端庄大气，所以让男性佩戴观音，就是希望观音神像可以帮助男人平复那些暴躁，使男人在做事的时候不会被情绪所左右，变得更加柔和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观音与观印是谐音，说白了就是男戴观印，女戴福。男人官运亨通，自然前途无量；女人福如东海，自然衣食无忧。所以佩戴观音也是一种美好的寓意，希望男人能够升官发财，成就一片事业。那为什么女性要佩戴佛呢？其实这个佛指的并不是佛祖，而是弥勒佛。说到弥勒佛，我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形象就是笑口常开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感到不开心。这一定是有着宽广的胸怀以及乐观的精神面貌才
才可以做到的。但很多时候，女性的性格都是十分内敛的，有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，很容易就变得抑郁寡欢。所以让女性佩戴弥勒佛，也是希望女性能够像弥勒佛一样，拥有着宽广的胸怀，有着积极向上的心态。如果家中有一位这样的女性，那么这个家一定是和睦美满又幸福的。除此之外，之所以让男性佩戴观音，女性佩戴佛，还是为了起到阴阳调和的作用。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，只有阴阳调和，这个人才会是最健康的。而在这两尊佛像中，观音代表着阴，而弥勒佛则代表着阳。这样一来，正好可以达到调节阴阳的效果。不过，现如今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女性的地位不再低，逐渐撑起了一片天。人们的观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拘泥于男女的性别之差，所以如何佩戴也不像过去有那么多的说法了，只要遵循自己的喜好就好。说了这么多和观世音有关的话题，大家肯定对观世音如何救度众人产生了疑问。观音菩萨被尊称为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、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除了在危难时刻救度众生、显现奇迹外，不少人都听说过观音菩萨帮人们实现心愿的真实故事，比如求平安、求学业、求姻缘、求子嗣等等。由于众生的苦难太多，心愿也太多，于是观音菩萨便幻化出千手千眼，便有分身无数。由于众生根基不同、缘分不同、处境不同，观音菩萨会幻化成各种人形，甚至是动物或者物品，以此来救度众生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就会有人问了，观音菩萨到底住在何处？我们能不能亲自去拜拜呢？其实观音的道场有很多，比如华严经所提到的布达洛迦山、中国的普陀山以及布达拉宫，这些都是观音菩萨的道场。但作为西方三圣之一，观音菩萨的家其实并不在地球，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只因我们众生存在太多的苦难，观音菩萨才会常常降临人间。大家要想得到菩萨的护佑，就要修好三心、至诚心、改过迁善心、利他心。信仰观音菩萨应真心恳切，在平安中时奉行，而不是苦难当头才临时抱佛脚。凡事祈祷都要至诚，能做到几分虔诚就做到几分，这是关键。祈祷时要郑重其事，精诚一心，竭尽自己的诚敬，这就有感通的力量。自入菩提危难险恶之时，自会得到观音菩萨的救护。观音菩萨具有平等无私的广大悲愿、慈心悲愿、道驾慈航。即便我们知道自己造了恶业恶果，如若能良心发现，真诚认错，改恶向善，自然就与菩萨的心相合，感应道交。所谓水清则月现，菩萨会拯救有过能改之人。人愿意改过亲善，就能受到菩萨救护。观音菩萨观察世间众生的心声，并救拔其苦。我们能以观音的发心作为自己的发心，发起利益众生的心，就能和观世音菩萨感通。真诚发善愿，能普度一切众生的心，能去掉自私自利的心态，念念为全世界，那就能受到菩萨指引，入光明大道，转祸为福，化凶险为吉祥。改运之关键是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常怀善念，多做善事，这样才能积福消灾，鸿运连连。好了，本期有关观音菩萨的故事我们先讲这么多，喜欢的小伙伴麻烦帮忙点赞加关注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见解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六戒，咱们下期再见。